在台湾有家蓝色扛棒的零售业，就算你忘记了它的名字，但是只要听到这句熟悉的请支援收银，几乎每个人脑中都会浮现相同的画面。然而你知道吗，在10几年前它刚民营化的时候，却是人人都不想接手的烂摊子。但是在如今，它已然成为台湾超市的领导品牌，就连曾经的量贩店二哥大润发都被它给吃下了。真香！真香！到底它是如何从一间不被看好的小卖场，发展成现在许多婆婆妈妈们都争相前往的超市龙头？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你知道有飞弹飞过台湾吗？假的！哎呀，我眼睛也当中了。可是日本报道有1枚飞弹穿越台湾本岛。大家好，我是 Coco， 这频道主要就是分享一些商业故事，以及偶尔做一些带团遇到的事情。喜欢的话也请帮忙订阅、分享小铃铛。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进入这期的内容。全联的崛起，请支援收银。全联社最早是成立于1989年，专门办理公教人员生活必需品的统一议价和供货事宜，但是却因为业务屡有违约，在1998年行政院终止跟他的合作，他才全面转为民营化，并由元利建设的创办人林敏雄正式接手全台66家店面，并更改为全联福利中心。但是你知道吗？当初他接手的时候，亲友们可是一片的看衰，因为在当时的零售业环境，根本就是外商的天下。举凡提到要购买民生物资，大家想到的都是家乐福、大润发、爱买等等的这些量贩店。全联是什么？听都没听过。而且只要有一家量贩店开在它的旁边，几乎旁边区域的全联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他却还是选择接手它，并尝试把困境转型成机会。在初期的时候，他便制定了2种的主轴方针，而这更是成为后来他们最早的企业文化。第一个，形象建立，我就是最便宜的。如果你在10几年前曾经走进过全联，那你可能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谁会去那种鬼地方啊？因为它的店面看起来又破又烂，而且连它的走道都是非常的难走，因为有一些需要上架的商品，它就这样凌乱的放在走道上，都还没有整理。而对比起明亮、宽敞，而且还有冷气吹的代卖场，他们的环境真的称不上是友善跟舒适。然而你知道吗？这却是他们的成功方法之一，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跟量贩店玩同一个模式，而是打算先打造出一个市场形象，我们就是最便宜的。虽然环境没有他们好，但是我们就是把这些成本都把它省下来，然后给你最便宜的东西。而且为了维持价格的竞争力，他们还直接舍弃了一般先将商品买断，然后再收取上架费的正规军的做法，而是采取寄卖模式，就跟现在的寄卖店很像。你可以把你家的东西拿来我的店里卖，而且我不跟你收任何的上架费，但是我会要求你在我这边卖的东西要比你在其他地方上架的东西还要便宜。虽然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愿意合作的厂商其实不多，毕竟全联的销量跟大卖场的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落差，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厂商想说不然就试试看嘛，反正又不会吃亏的心态来尝试合作。而他们也就是借由这种方式去压低商品的价格，而这里最便宜的消息也很快的便在婆婆妈妈之间造成了轰动，纷纷的揪朋引伴来去全联刺激消费，让他的生意开始慢慢做大。第二个，赔钱也要扩大规模。他曾经说过，零售业就是要靠规模，要先做大之后再来考虑利润的部分。对全联来说，建立低价的形象只是他的第一步，而更大的战略目标就是敢砸钱扩充规模，让供应商也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为了建立规模经济，他
他先从消费人口较少，而且避开外商的一级战区开始做起。在南部，只要外商不来的地方，我的全联就去那边开店。而且除了自己展店之外，他也开始砸钱并购其他的连锁超市，像是桃园的洋联社、台北的农产超市等等。而全联也借此机会加速据点规模，并正式的挥军北上，从此成为全国性的一个品牌。虽然他并购的这些品牌在同业的眼中只是价值不高的通路，但是他们不知道，这却是他未来发展的重点计划之一。因为在并购这些品牌的过程当中，他不仅扩大了许多门市的规模，而且还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生鲜经营的技术，和过去一向只经营干货形成互补。而也就是这样的技术，也让他在日后的店铺转型埋下了伏笔。但是你知道吗？也就是因为这样持续的并购和展店，全联他一直都是赔钱的状态，是直到他开了快300家店，才慢慢的开始转亏为盈。要是一般的投资人或是老板，他早就收手不玩了，但是他却没有就此放弃，因为他认为我做生意看的是长远的，而不是短期内的营收。更何况全联卖的是民生的必需品，只要有人就会有这些的需求。而也就是这样坚定的信念，他和他的团队才能这样一直坚持下去。而靠着上述2种的方式，他也开始建立起来他的规模优势，逐渐的在零售店站稳脚跟。但是他却迫不及待的又投入了另一项赔钱事业——生鲜产品。你知道吗？干货类型的超市库存的周转和进货相对来说都更为的有弹性，但是在生鲜这块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别说是1个月了，有些东西连1个礼拜都放不到，像是你家的鲑鱼啊、牛肉啊，你能想象得到如果放在一般的冷藏库可以放到1个礼拜吗？我想应该很难吧。但是他却毅然决然地投入在这块，抱着亏钱的决心，并说出可能会赔600家店也要做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生鲜的技术门槛这么高，而且商品报废率也很高，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全联恐怕应该会赔很大吧。然而他们却忘了，当初全联在并购那些其他通路品牌的时候，便开始钻研这门技术的门槛。而全联也会担心他们的员工会不会不敢赔，于是他便叫自己的儿子林宏斌出任生鲜主管，一方面要求延续价格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派了大量的学员到日本学习他们的生鲜技术。而这种砸钱也要做的魄力，更是让许多人望洋兴叹。而当他的生鲜产品开始逐步的上轨道之后，不仅客人的上门频率变高，也为他的生意带来了快20%的新客源。在2011年的时候，全联便以生鲜店300家的规模成为国内的超市龙头。即使生鲜产品在那时候都是在赔钱，但是他知道这样的规模还是明显不够，还准备继续扩店，再赔300家店，也要增加他的门市据点。然而这个拿到现在来看，你会发现当初他的眼光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不仅带动了他整间店的一个销售规模，更是让他的营业利润有了火箭般的成长。在2011年，他的营收就已经上看680亿，已经追上了国内量贩店的龙头家乐福，而他的据点更是超过了400家，成为全台规模最大的生鲜通路。到了现在，他的规模甚至能跟全台规模最大的便利商店小七争雄争霸。而后面电商的崛起也让他开始发展他的网络商机，并与外送平台合作，让民众可以以手机点直接送到家门口，省去了到现场选购的麻烦。而后他也与银行合作，而让不能刷卡不再是许多去全联购物的婆婆妈妈们的诟病。然而你知道吗？不仅在零售这块他做得有声有色，就连他的广告也是让人耳目一新。你可以看看下面这支广告，全联福利中心豪华旗舰店，没有明显扛把，没有抛光石英砖，没有漂亮制服，没有刷卡服务。别人家都是夸耀自己的产品或是品牌有多好多厉害，
但是他的广告却是把自己的缺点全部的暴露出来，然后再很直接的告诉你，我们就是省下这笔钱去提供给你最便宜的商品。而也就是这样的广告，不仅没有对他的形象造成伤害，反而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客源，以及让他的品牌深植人心。而在今年，他更是大举宣布并购大润发，让他的业务横跨超市及量贩，并开始尝试全支付线上支付功能。除了购物可以不用现金之外，他还跟许多家的品牌一起合作，让消费产生的点数可以直接兑换赠品，或是拿来折抵现金。也预计未来甚至可以用这些红利点数去购买保险、团购，或是搭乘大众运输等等。这几项的措施也是间接的刺激统一买下了台湾家乐福的速度。然而，在未来电商的强势攻占，以及各种线上直播平台省去中间代理商的销售，和各种支付平台不断涌出，全年的下一步会怎么走，更是让人充满好奇。就让我们继续的看下去。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如果喜欢的话，再请帮忙订阅、分享小铃铛。我是 Coco，我们下次再见。